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瑞玲 Vivian。今儿个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超天然的自制仙草冻。从选择仙草干，然后自己煮仙草茶，自己做出各式的配料。今天的影片都会一步一步分享给大家哦。先来准备材料的部分，先来煮出仙草茶。仙草的部分呢，我是选用台湾关西的仙草。仙草干放得越久呢，就是所谓的老仙草干哦，价格还比较贵一点。仙草的香气来自它的茎，叶子呢则是胶质的来源。熬煮的时间越长，胶质释放的就越多。一般市售呢，通常是加小苏打或者是碱粉来让这个胶质释出。不想使用这些化学添加物的话，单纯要煮哦，我自己试，一般锅来煮呢，至少要花6到8个小时，胶质才会释放。所以一般比较有效率的做法，通常会使用到压力锅，缩短1半以上的时间。这边有50克的仙草干，我们就先清洗干净。现在买来的仙草干通常会像这样剪断了，先处理过，冲洗个2、3回合，沥干水分，放入电子式的压力锅当中。电子压力锅设定好时间，免顾火很方便哦。不过要注意到最多可使用到的水量。我是10人份的电子压力锅，所以水加到1500ml 没有问题。然后选择炖煮的模式，炖煮1个半小时。因为我买的这个仙草干建议炖煮的时间呢，是一般锅子煮3小时哦。我用电子式压力锅大概可以缩短1半的时间，所以没有压力锅的朋友没关系，就用一般锅子煮3小时。不过煮3小时呢，就像我刚刚之前讲的，还没有办法释出胶质哦。不过香气非常的香。用一般的压力锅也可以，不过因为不同品牌压力值不同，正确的烹煮时间呢，还是要参考不同厂牌的说明书哦。原则上至少可以缩短1半以上的时间。时间到后呢，我们捞出这个仙草干的渣，仙草茶、仙草原汁就完成了。这边有3杯不同颜色的仙草茶，最右边的颜色最淡，这个是一般锅瓦斯炉煮3小时，或是电子压力锅煮1个半小时。中间这杯呢稍微深一点了，这个是一般锅煮6个小时，电子压力锅煮3小时的颜色。目前这2杯的香气都非常香，都没有什么胶质，香气跟市售也不一样。最后这一杯的颜色跟味道呢，就跟市售的一样。这个是加入碱或小苏打煮1小时的效果。因为小苏打或碱呢，可以破坏仙草的细胞壁，可以短时间释放胶质，也可以把多余的青草味消除。不过添加物就是化学的，到底要不要加，就看自己决定咯。然后不管有没有出胶，都要在最后阶段加入淀粉或是其他凝结剂。想要像传统古早味的仙草冻口感呢，就要加入树薯粉或是太白粉50到65克，清水大约30克，水量可以调开淀粉就好。为什么有50到65克淀粉量的差别？主要是在口感。如果懒得自己煮仙草茶的朋友，也可以买市售的仙草茶。1600ml 的仙草茶煮到大滚，加入冰糖80克，其实什么糖都可以，反正它黑不隆咚的。怕胖的就用零卡的甜菊糖，或是不加糖。接下来把刚刚调好的淀粉水呢倒入，然后快速搅拌，否则会结团结块哦。不要现在就关火，这部分很重要，一定要再次煮到大滚哦。完全大滚呢，淀粉才会彻底的熟化。很多人这个部分没有做好呢，就没有办法顺利成冻哦。就像这样，再一次的滚沸才可以关火哦。关火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浓稠程度，感觉开始结冻结块了，这时候就要尽快入模型咯。最建议使用矽胶的模具哦，因为耐高温，而且呢会非常好脱模。矽胶模具里面也不需要另外涂油。仙草汁记得要过滤彻底哦，否则吃到渣渣口感就不好咯。如果模具的花样呢比较细致的话，建议要用冷冻法哦，也就是冷冻成型之后脱模再退冰，用冷冻法脱出来的花样才会细致好看。没有矽胶模具的朋友也没有关系，就直接倒入耐热的容器当中就可以。常温放凉之后就可以凝结咯。
想要更扎实 Q 弹呢，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室，冷藏过后再脱模。这个是放进冰箱几个小时之后哦，非常轻松就可以脱模咯。另外这个呢是加入寒天果冻粉来凝结哦，视觉效果看起来比较硬挺一点，口感吃起来呢就像果冻一样很好吃。不过喜欢传统仙草口感的呢，还是建议用树薯粉、太白粉的凝结方式 ，Q 度弹性真的更好哦。什么？你说我在玩食物？我哪有？我是在示范给大家看，看它有多弹，哪里有在玩？猜得出这只是什么呢？猜对了请你吃。刚才有说过，做这些纹路比较细致的呢，最好先冷冻，冷冻之后脱模比较不会破坏哦。猜猜这一只是什么？回去了，反正没有人会发现。这一系列的花样比较复杂一点呢，所以呢，都建议用冷冻的方式，才会脱模的好看，纹路才会清楚。你猜得到我是谁吗？放太久我都脱水了，我真的不是青蛙。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甜品的配料哦。以下这些甜点配料的做法呢，都可以从我的频道里面搜寻得到哦。我们用电子压力锅来做个一锅两料理快速版本。先来复习一下上层蜜红豆的做法。1杯的新鲜万丹红豆清洗干净，加入2.5杯的清水。用电子压力锅炖的功能炖煮30分钟。像这样的一锅两料理呢，一定要用有压力的锅才可以完成哦。如果是用一般的电子锅呢，就一次煮一种就可以。简单的说，就是锅中锅的料理方式一定要在压力的环境才可以完成。一般的电子锅就一次煮一种，然后选煮粥的模式。煮完的小红豆呢，看起来好像没有煮破，其实是没有破沙。趁热拌入1杯糖之后，拌匀，让小红豆吸收砂糖跟水分，放进冰箱隔夜取出之后呢，就会变成非常湿软滑顺的蜜红豆馅咯。另外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小红豆只要买到新鲜的是很好煮的，不需要泡水哦。除非你不确定自己买到的是不是很新鲜的，那就泡水隔夜。用电子压力锅煮的水分呢，大概是1杯的小红豆兑上2.5杯的水。刚才漏讲了下层的蜜大红豆，大红豆又称为花豆哦，一定要泡水隔夜，然后将泡好的大红豆加入2.5杯的水，跟前段的小红豆一锅两料理一起蒸。蒸完之后呢，拌入1杯的糖，就是蜜大红豆咯。视觉效果看起来是一颗一颗的，但是其实里面都已经非常软绵了。再提醒一次，如果是没有压力的电子锅，就选择煮粥的功能。再给大家示范一个一锅两料理，蜜芋头跟蜜绿豆。底层放入切块的芋头，加入腌过芋头9成左右的清水，
我这个芋头呢，大概去皮之后有500克，加入220克的砂糖。上层的部分呢，我要来做蜜绿豆。放上一个耐高温的玻璃小锅，加入清洗好的绿豆1杯，兑上2.5杯的清水。这里提到的杯呢，用米杯、基础量杯都可以。最后加上锅中锅的盖子，再盖上电子锅的盖子。选择炖煮的功能，计时30分钟。如果是使用一般电子锅的朋友呢，就一次煮1种配料，然后选择煮粥的模式就可以咯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加入1杯的糖。因为蜜绿豆、蜜红豆呢，还需要搭配其他的汤或是甜品。像是这个是要搭配仙草冻哦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整体是比较甜一点的。另外就是比较甜一点呢，可以保存的期限也会比较久一点。蜜红豆、蜜绿豆呢，放在冰箱冷藏大概半个月不是问题。这个蜜绿豆放隔夜呢，水还会收得更干。来看看底层蜜芋头的部分，看起来是一大块的，但其实是一碰就散的情况哦。所以拌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。拿一块给大家看看哦，看看这毛茸茸的外表，就知道非常非常的松软，已经到了入口即化的状态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啦！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